妍妍给你支的招呀。周阳恍然，怪不得，我还在想你怎么就想到了织毛衣呢？话说妍妍怎么想到织毛衣的？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没有会织毛衣的。龙婷说道，谁知道，我那次问她，女孩子喜欢什么，我想送给初九，但初九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一般的礼物她不会喜欢的。不知道妍妍是不耐烦搭理我，随口支的招还是其他，反正她就说叫我这件毛衣送给初九。是深秋都很冷了，虽然我们出入经常都是在暖气充足的地方，偶尔还是会出去吹吹冷风，看看雪的。毛衣能派得上场，不像咱们老家那样，冬天的气温还没有这里秋天的气温低，毛衣都派不上用场，穿着太热。周阳说他妍妍给你支的招，还连累到欧阳他们。他们听说你亲手给九姐织毛衣，不甘落后也在挤时间学织毛衣呢。我小姨听说后笑死了，她交代我千万别让我姨丈知道，免得我姨丈有压力也跟着去学织毛衣。龙婷失笑，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连锁反应，怪不得他们一个二个都发信息，或者打电话问我长的是什么脑袋，这样的想法都能想出来。明明是妍妍织的招，最后货是他背的，你都还能挤出时间织毛衣，公司的事你还处理不了吗？我这里没那么快忙完，你就不要指望我回去当牛马，你放假了。龙婷，不是洋洋，我没时间，我都是下班后熬夜织的毛衣。我怎么听说九姐向妍妍告状了，说你不务正业，上班时间都在织毛衣，不是很闲吗？那么闲就多干点活了，公司里那么多人能分担的，你不想干的活分给他们干。他小声嘀咕，他们哪有你用着顺手呀，你一个人抵得上他们3个人。周阳哼哼2声，你就是把我当牛马来使唤。洋洋，天地良心，我哪有将你当牛马呀？龙腾集团也是你的公司，你也是大股东呢，这公司是咱俩共同的心血。我不管，我最近是没空过去，过2天我还要出差一趟。陆氏与东城的富氏合作的项目还有点小问题，我得过去处理一下。你不是要喝水吗？趁还有点空闲时间，赶紧去给自己倒一大杯的水，免得忙起来时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就这样了，我还要去开个会，不跟你闲聊了。周阳说完，不等龙婷回话，就赶紧挂电话。龙婷吐槽，挂电话挂得那么快，怕死我会抓他回来当牛马似的。那是当牛马吗？他也是龙腾集团的股东呢。放下手机，龙婷认命的继续给公司当牛马。老板也是牛马，老板要做的事情也不少。那边的周阳挂了电话后，便按下内线电话，吩咐他的男秘书给他订一下2天后去东城的机票，以及在东城给他订一家酒店。他过2天是真的要去东城出差，傅婉宁爷孙俩都跟他说过，只要他去东城，跟他说一声，他在东城的住宿以及所有开支，他都可以包了。周阳不想麻烦他，他一个大男人又不差钱，自己安排就行，哪能花一个女人的钱呀？哪怕是合作关系。老板，外面来了个姓周的大妈，她说是你的姑姑，想见你。男秘书等周阳吩咐之后，告诉周阳有人找他，跟他说我没空，叫他没什么事就回去，不用在外面等。好，周阳挂了内线电话后，他手机就响了，是奶奶打来的。看着来电显示，周阳深呼吸几口气，才接听了奶奶的来电。奶奶，怎么啦？洋洋，你姑姑知道你回到管城了，都怪奶奶说漏了嘴，跟你爷爷聊天时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被你姑姑听到。她说她要去找你，当面跟你说给你介绍女朋友的事，她可能这2天就会去找你，你没空就不用理她。奶奶跟她说了无数次，你的人生大事不用她操心，她那是不安好心，你的人生大事你自己做主。
或者让你妈还有你小姨帮你做主都可以。周老太现在是知道自家女儿的德行了，哪怕她再偏心，也知道给自己养老的人只能是儿子孙子，她早就开始偏向着孙子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傻傻的补贴女儿。偏心女儿，她得到了什么？要不是她偏心女儿，又爱说儿媳妇的坏话，洪林也不会和海玲离婚，两人不离婚，周家就不会错过发家的机会。如今海玲姐妹俩的钱呀，多到数都数不清，只能说是他们周家无福了。海玲留不住，但孙子是亲孙子。周老太经常被丈夫做思想工作，一心一意向着孙子了。奶奶，我姑姑已经来了，在公司门口呢。周老太啊了一声，她动作倒是快呀。洋洋，你不用理她，奶奶现在就过去把你姑姑带走，不会让她打扰到你的。奶奶，你一把年纪了，不用过来，我等下叫我爸过来把我姑带走。他那个人爱闹腾，不把他带走，谁知道他在公司门口会闹成什么样子。洋洋话里有着无力感，这辈子摊上这样的亲戚也是无奈。他再优秀，他身体里面都流着周家的血，他可以不理姑姑，但不能不管父亲和梁老。只要他还管着梁老，姑姑那里都断不了。能做的就是少见面，少来往。行，我让你爸现在就过去。你姑姑那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说，他死性不改的，你别理他就行，他打电话也不用接他的。周红英打不了电话给周阳的，周阳早就将姑姑一家人都拉黑了，他们想找他或者带话给他，只能通过他的奶奶，爷爷都不想搭理他们，他爸就更不用说了。他爸虽然无法斩断姐弟情，却也和姐姐关系很淡了。要不是梁老还活着，他爸可能都会和姑姑断亲。奶奶，我知道的，跟我姑姑说，我的人生大事我自己做主，不用他给我介绍女朋友。他姑姑怎么可能会给他介绍好女孩的？姑姑想要的是通过他的婚姻达到掌控他的目的。小时候的他姑姑都坑不了，更不要说现在他在商界纵横了多年。周红英在陆氏集团的门口反复地把打周阳的私人电话，一次都没有打通。那死孩子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呀？周红英都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早就被周阳拉黑了。她以往打不通，总以为是周阳太忙，或者是手机没电了，愣是没有往被拉黑方面想去。她想的是，她始终是周阳的亲姑姑，哪怕周阳从小就跟她这个姑姑不亲近，但抹不去他们的姑侄关系。在她看来，她这个亲姑姑是血缘很亲近的亲人。周阳别说只是当了个总裁，就算周阳当了大官，遇到亲姑姑过来了，也得见上一见的。可是陆氏集团的守门狗不让他进去，说他不是前来谈生意的，又没有预约，不能进去。他说是周阳的亲姑姑，保安像是没听见似的。周红英只得打电话给周阳，想让周阳亲自出来接他，然后狠狠地打脸这些看门狗，让看门狗知道他们拦下的人是谁。周红英反复打了几次都没有联系上周阳，他放弃了再次打电话，对值班的保安说道，我真的是周阳的亲姑姑，你看我和周阳还有几分像。是的呢，他是我唯一的侄子，我把他当亲儿子疼着的。保安不客气的道，你哪一点和我们周总像了？我们周总长得好看多了，周总有没有姑姑我们不管，总之你不能进去。他们收到上面的回复是不允许让周红英进公司，如果周红英敢撒泼打滚的话，就把周红英赶走。周阳对这个姑姑是一点都不客气。周红英被保安驳得面红耳赤的，他骂道，你眼睛瞎了，洋洋长得明明就像我，侄子和姑姑像是常事，他打小就跟我亲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不让我进去，等洋洋知道了，炒你们的鱿鱼。洋洋是像海玲居多，跟他亲爸都不怎么像。
更不要像和周红英这个姑姑了。保安冷哼两声，不想再搭理他。反正他们是奉命行事，周总的家事，他们只要去外面稍微打听一下，就知道得一清二楚的。他们的老板在2岁大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。听说他父母离婚还是因为他爸出轨，以及爷爷奶奶偏心，姑姑又是个爱挑拔离间的人，大家一起欺负老板的妈妈。老板的妈妈受不了才离婚的，老板背叛了他妈妈，是跟在妈妈和小姨身边长大的。周家也就是老板的亲爸，还有点父亲的责任，每个月支付了抚养费，后来醒悟后悔了，才对老板特别好，其他人真不怎么样。自家老板的那点家事，在当年可是传得管城人尽皆知的。老板的那个姑姑特别坏，现在无非是见老板接管了继父的公司，有钱有势了，就死皮赖脸的贴过来。如果姑姑是好的，老板怎么可能将亲姑姑拒之门外？不管周红英怎么骂人，他也进不了陆氏集团。周扬完全不受他到来的影响，该干嘛干嘛。大概20分钟后，周红林开着车赶到了陆氏集团，跟着来的不是周老太，而是叶佳妮。叶佳妮出来后，周红林把她接回家，夫妻俩过着平凡的日子。周红林也是在赎自己的良心，当年也不能完全怪叶佳妮的，是他先去勾引叶佳妮，一个手巴掌拍不响，不能因为叶佳妮做过更多错事，就忽略了他这个渣男的错。他对不起海玲母子，也对不起叶佳妮以及那个未出世的孩子。海玲不需要他的补偿，他唯有补偿叶佳妮。这么多年来坚决不离婚，要等着叶佳妮出来。但周红英对这个差点砍死他和弟弟的弟媳妇，那是恨得牙痒痒的。弟弟心里有愧，能原谅叶佳妮，他是无法原谅叶佳妮的。两人见了面，你瞪我，我瞪你，谁也不给对方好脸色。他还像以前那样总在父母以及弟弟面前说叶佳妮的坏话，只不过周红林不再听他的。叶佳妮现在只想过安静的日子，继子看在周红林的份上，每个月都会给一笔生活费。周红林还每天出去跑车，赚到的钱够夫妻俩过着好日子。年纪大了，又是犯过大错的人，连娘家都没有办法回去的。他特别珍惜现在，不管周红英说什么，他都不管。但周红英妄图给继子安排相亲，妄图掌控他的继子，那就是要毁了他夫妻俩的晚年生活呀。本就恨着大姑姐的叶佳妮，坚持要跟着丈夫过来。夫妻俩到的时候，周红英还在冲着保安大骂，骂保安不过是看门狗，有什么资格拦他的路。叶佳妮下车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拉扯住周红英的一边手臂。周红英本能地望向了他，啪一声响，叶佳妮狠狠地给了周红英一巴掌。周红英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痛，才反应过来，这个砍过人、做过10几年牢的弟媳妇，居然敢打他，反了天了，连大姑姐都敢打。他早就劝过弟弟和毒妇离婚的，弟弟早些年肯离婚的话，再娶一个老婆回来，多生2个孩子不是不可以，偏偏等着这个毒妇出来。现在夫妻俩也一把年纪了，想再生也是不可能，导致他娘家人丁单薄，只有洋洋一根独苗苗。毒妇，你敢打我，你敢打我！周红英就想还手，却被叶佳妮强势地攫紧她的手腕，强势地拖着她走。周红英拼命挣扎都挣不脱，也不知道叶佳妮在里面经历了什么，出来后变得力气特别大。周红林，你是死的吗？没看到这个毒妇打我了？跟你说过无数次，这个毒妇要不得，你忘了他以前差点砍死你，要不是我在场救了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现在就看着这个毒妇欺负你姐。周红林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放开我！哎呀，你小点力，我自己会上车，你个毒妇，别碰我！
叶佳妮3两下就将周红英塞上了丈夫的车子，关上了车门，还不忘警告着周红英：你再敢下车去洋洋公司门口骂人，我还大嘴巴抽过去。舌头那么长，那么喜欢骂人，我抽到你不敢骂为止。叶佳妮恶狠狠的，周红英被他骂傻了，想的是以前叶佳妮持刀砍杀他姐弟的场景。这个女人是真毒，也真的什么事都敢做出来。